据媒体报道，乌克兰军队在24小时之内对顿巴斯地区发动了高达110多次袭击。乌克兰这次的袭击只是使用了多管火箭系统和使用管炮，对天然气管道、变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，很多学校和医院以及大量的建筑处于断电的状态。根据军事专家分析，乌克兰这次的袭击还未结束，很可能会派出无人机进行侦察和攻击，这样不但能打击敌方的部队和阵地，还能为乌克兰的炮兵精确指定打击位置。要知道，顿巴斯地区还有接近10万的俄罗斯人，乌克兰这样的做法就不怕这10万的俄罗斯人也被袭击到，从而遭到俄罗斯疯狂的报复吗？乌克兰最近的举动可以称之为疯狂。近日刚刚向俄罗斯提出威胁，声称自己正在研发先进的攻击性武器，如果俄罗斯敢对乌克兰有任何举动，都会让俄罗斯灭亡。还没有等到俄罗斯有反应，乌克兰又采用了如此激进的行为，看来乌克兰已经是下定决心与俄罗斯彻底撕破脸皮。乌克兰与俄罗斯是有在各个方面都有不小的差距，如果真的开战，失败的一方很大概率会是乌克兰。虽然乌克兰有美国和欧盟在背后撑腰，但是如果乌克兰和俄罗斯变成了正面战争，那些国家肯定会站在旁边观战，让乌克兰损失惨重后再出来收拾残局。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，乌克兰这次如此冲动行事，或许是背后还有些不为人知的底牌。据媒体报道，随着乌克兰与俄罗斯矛盾进入了无法调和的状态，北约开始大力支持乌克兰，还想让乌克兰加入北约，特别是英国将首次出售武器装备给乌克兰。莫非这就是乌克兰的底牌，而且还不是美国？另外，英国卖武器装备给乌克兰的举动，很像是给俄罗斯在表态，乌克兰我英国保定了，现在乌克兰是我的小弟，俄罗斯你要给我点面子。老实说，英国也不具备抗衡俄罗斯的实力啊，看来也许乌克兰也是为了加入北约赌上一切了。对此，俄罗斯专家就表示，英国帮助乌克兰无非是在为未来北约的军事行动做部署，而且卖给乌克兰的军事装备也都是过时的产品，英国是不会站出来保护乌克兰的，乌克兰不要妄想了，否则最后只会得到悲惨的结局。总之，在现今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永恒的朋友，只存在永远的利益，只有让自身变得强大，其他国家才会围绕着你，因为只有最硬的拳头才是世界最真实的道理。又一颗卫星成功入轨。最新消息，吉林1号高分 02F 卫星搭载快舟1号运载火箭从酒泉中心发射，并成功入预轨，自此完成了今年的第40次的发射任务。吉林1号高分 02F 星是一款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，将在国土、灾害、交通、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。就公开信息查询，最早于2019年，快舟1号甲运载火箭就成功将吉林1号高分 02A 卫星送入太空。2020年也参与了多次发射任务，今年执行了2次发射任务，上次是服务于吉林1号高分 02D 卫星，这次是吉林1号高分 02F 卫星，2次都取得了圆满成功。实际上，去年曾发生过一次发射任务失败的记录，但今年依旧选用了这款火箭担任载具，并取得成功。可见，业界对其性能的稳定性和可靠度都保持信心。快舟1号甲运载火箭值得信赖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这次的成功发射对中国意义重大。第40次的发射成功，为何令人如此兴奋？早在8个月前，中国航天就吹了一个让全体中国人都满怀期待的牛，宣称我国今年的发射次数有望首次突破40次。坊间经常说，中国人曾经吹过的牛，一个一个都被实现了，这几乎成为了我们的信念。先制定目标，并举全国之力将其实现。而中国航天又一次坚定了中国的这一信念。据了解，今年全世界一共进行了105次航天发射，位居榜首中国发射40次，美国以39次夺得亚军，俄罗斯以17次发射的成绩拿到季军。特别值得一说的是，10年前的2011年，我们的目标还是20箭25星，10年后的今天，却提前2个月完成了40次的火箭发射任务。这样的进步值得所有人泪目。因为受到特定因素的影响，我们的航天之路走得异常艰难。中国的航天发展有多大国际影响力？我们都知道，我国的航天事业发展起步晚。冷战时期，美国和苏联就开展了航天竞赛，那时的我国航天几乎是一片空白。然而，当我国急切的希望和世界各国开展航天合作时，美国却对我国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技术封锁，甚至要求他们的盟友们都不许向中国提供航天技术，甚至连俄罗斯都受其约束。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，中国航天人凭着超长的智慧和耐力，一步步走出了中国人自己的航天发展之路。过程的艰辛我们暂且不提，看看已经取得的成就，足以让我们的民族自豪感爆棚。无论是我们成熟的长征系列运载卫星，以1国之力建设的天宫空间实验站，
我们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，或是向宇宙众多星球发射的探测器，任何一项成就都足以让国际上的同行羡慕。这也难怪有印度观察人士评论，看到中国人在航天领域取得的成就，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航天发展羞于出口，并表示中国正在为人类创造奇迹，也让其他国家看到发展的希望。中国是亚洲的骄傲。我们相信，在无数航天人的不懈努力下，中国航天事业势不可挡，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国长期鼓吹的太空军事力量，中国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在和平发展太空的前提下，也要发展足以自保的反制力量。近期来，我国在航天领域的成就是世界各国都有目共睹的。因为我们的发展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一周2枚火箭的升空，让世界看到了现在中国有多强大，让世界亲眼目睹了什么是新世纪的中国。而在这样的趋势下，中国的搭档俄罗斯却一再传来失利的消息。近日，俄罗斯航天集团再次表示，俄罗斯登月飞船可能将再度面临失败。据相关消息报道称，近日俄罗斯航天集团总经理德米特里·罗戈金表示，俄罗斯雄鹰号新型飞船的登月计划可能将再度调整，原因是该飞船没有一个合适的可以将其送往太空的超重型运载火箭。罗戈金称，虽然说雄鹰号飞船在2023年底的无人驾驶发射计划目前还没有改变，但是目前的飞船登月计划配备的是超重型运载火箭，而不是安加拉号火箭，因此或许将按照合理的时间来推迟登月飞船的测试时间。对此，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，如今世界各国都在迅速地发展自己的实力，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让美国感到担忧，所以他们就不断地针对中国，在我国航天领域也进行了不少的打压，他们试图以此来降低中国前进的速度。但事实表明，我们的发展并没有美国的打压而受到影响，反而发展得更快了。不过和中国同样受到了美国打压的俄罗斯，最近航天领域的发展却不是很理想。虽说中国和俄罗斯相比，在很多领域都不如俄罗斯强悍，但是我们的发展却一直都是在飞快的前进，而俄罗斯和美国相对而言发展的就比较缓慢，所以按照这样的速度，中国将会很快超越美国，成为世界上第2个超级大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西班牙媒体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，有西班牙媒体《启示报》近日对中国的发展也做出了高度的评价。该媒体认为，自进入新世纪以来，中国就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，世界各国因为疫情而受到了影响，但中国却能很快恢复，这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。中国的竞争对手美国在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急速下滑，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的经济强大，这个国家的实力也会随之强大，所以说中国将很快成为新世界的主角。总之，虽然说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很多重大的成就，我们也为祖国的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更加努力，因为我们在一部分领域上还是落后于美国，只有中国的综合实力强大的让西方国家畏惧，我们才能有更多的话语权。虽然印度空军自建军起就给自己定下的要求就是要满足两线作战，但实际真正要面对中巴两国的军事压力时，自然不可能那么轻松。而此刻印度空军正在面临着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中巴两国的防空系统正在压缩印度空军的空间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巴基斯坦陆军防空部队最近引进了中国的 HQ-9 地对空导弹系统，很有可能部署在克什米尔附近，而中国早些时候就已经在实际控制线 LCA 部署了这些导弹，也就是说，整个克什米尔地区可能会被中巴两国的同类型导弹包围，这显然对于印度空军而言是一个奇坏消息。虽然中巴两国一直存在密切的军事合作，但如果这两个铁兄弟间的最新防务合作从武器领域延伸到作战领域，那么就会对印度构成新的威胁。红旗9 HQ-9 是一种中远程主动雷达制导地对空导弹系统，该武器使用了 HT-233 无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系统，探测距离达120公里，跟踪范围达90公里。该系统有4种不同类型的雷达：120低空捕获雷达、350A 型 3D 搜索雷达、350B 型 3D 搜索雷达和 H200 移动交战雷达。外界普遍认为 HQ-9 可以与俄罗斯 S300 和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媲美。最新版本的 HQ-9 预计射程超过250公里，射高可达50公里。根据巴基斯坦军方的推特消息，巴基斯坦陆军已经引进了 HQ-9P 远程地对空导弹。HQ-9 的出口版本的射程为125公里，每套系统拥有8台运输发射车，每车4枚导弹，共计32枚待发导弹。其他可以增加的设备还包括一个 TWS-312 指挥所，一个基于东风 EQ-2050 的现场勘测车，额外的运输车装载车。巴基斯坦采购中国的防空兵器并不奇怪，因为印度一直利用自己和美国的军贸关系，阻止巴基斯坦从这两国获得武器装备，这意味着巴基斯坦很难获得 S400 和爱国者系统。当印度空军越来越多的阵风出现在克什米尔，巴基斯坦自然想获得更多的防空武器，限制印度战机的活动范围，而中国的产品可能是唯一一种巴基斯坦可以毫无顾虑购买的产品。同时，中国导弹先进性能和完善售后也可以令巴基斯坦放心的部署和使用。而对面的印度显然不会坐以待毙，印度花巨资采购的5套 S400 系统已经开始交货，预计会在中印边境部署3套，在印巴方向部署2套。印度还在采购以色列的巴拉克拔防空导弹和美国的 NASAMS
HIMARS 防空导弹，但对于印度而言，最大的问题不是买不到好武器，而是采购的数量总是不足以形成规模效应。反观对面的中国，能够部署的防空导弹的数量，足以令印度飞行员感到心惊。也难怪印度陆军参谋长声称，中国能把印度撕成碎片，60小时内就能打败印度军队。